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不愿提及的一部戏，一个片段拍了整整4天，她表示十分不舒服。这绝对是杨紫最不愿提及的一部戏。在拍摄《龙珠传奇》时，杨紫遇到了演戏以来最尴尬的一场戏，一个侍寝的片段竟然要拍整整4天，不仅拍摄时间长，还要在里面喝酒打闹，这让当时年仅23岁的杨紫十分不舒服。但出于演员的职业素养，她还是硬着头皮拍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的有心撮合，这场戏被不停地喊重来，这让杨紫十分崩溃。好在秦俊杰在片场十分关心杨紫，拍摄打杨紫手的戏份时，打的都是自己的手。或许是2016年的杨紫正遭遇全网 H， 在秦俊杰的关心下，杨紫与跟自己最没 CP 感的男演员来了一场真实的恋爱，这场恋爱也成了杨紫最不愿提及的往事。之后，杨紫的事业一路高升，和无数仙儿演员搭档，被观众为男神收割机，但她却和所有合作的演员都处成了哥们，避免了自己的尴尬和绯闻。其实回过头再看这部戏，当年的杨紫脸上还有一些婴儿肥，十分的清纯懵懂，处在一个女演员的黄金年龄，但却合作了一个怎么都带不火的男演员。该说不说，导演还不如选当时在剧中跑龙套的任嘉伦。万万没想到，导演只是找任嘉伦客串几分钟的镜头，他竟直接抢走了男主的风头。在拍摄《龙珠传奇》时，导演对于剧中李四星一脚犯了难，只因为该角色只有几场戏，但出现的地方却都是大场景，随便拉个人还真压不住。就在导演犯难时，任嘉伦却主动要求出演这个角色。当时的任嘉伦只拍了一部《狄仁杰》，还被压了2年都未播出，急需工作维持生活。果然主角脸在哪儿都藏不住，就算只出场了几分钟，观众还是一眼就发现了这个宝藏演员，纷纷说道：这个帅哥之前怎么没见过呢？出场几分钟碾压主演，这一操作终于让欢瑞注意到了任嘉伦，给了他出演《大唐荣耀》男2的机会。但主角脸天生就是主角，《大唐荣耀》的导演在见了任嘉伦一面后，就将任嘉伦从男2变成了主演。广平王也让任嘉伦开始崭露头角，但随后的任嘉伦就做出了所有人都不敢做的事情，那就是官宣了自己的老婆聂欢。这个举动也让任嘉伦沉寂了许久，但任嘉伦坚信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，结婚绝对不会影响拍戏。从官宣恋情时的100多万粉丝到如今的2000万粉，任嘉伦也做到了。而明明是编剧钦点的女主，却被说成是靠公司欢瑞，还在演员表上被除名。杨紫拍《龙珠传奇》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？最初在官宣演员时，不少观众都表示十分期待杨紫，但随后杨紫就遭到了有心人的利用，赚起了杨紫是带资进组的，在没有任何证据下，她遭到了来自陌生最大的恶意。但事实情况却是，《龙珠传奇》的编剧在编写剧本时，就因为战长沙选中了杨紫，李易欢是他为杨紫量身定做的角色，带资进组更是莫须有的罪名。然而更让杨紫想不到的还在后面。一共90集的超长电视剧，自己身为女主在横店待了好几个月，结果演员表上却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女主在演员表上消失，这简直是太离谱了。此后的杨紫对欢瑞也彻底失望了，拒绝再接公司的自制剧。而让《龙珠传奇》感到十分打脸的是，他看不上的女主仅在1年后就因为香蜜爆火，紧随其后播出的《亲爱的》更是将杨紫送到了顶流小花的位置。如果现在想邀请杨紫拍戏，估计的在后面排队了。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，解约后的杨紫马上就接下了《长相思》，期待姊妹带来更多好作品。对此你怎么看？02李宁日元素新品上热搜，肖战被施压与之解约，国风太讽刺。李宁所出的带有很明显，或者说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的日元素新品登上了热搜榜，引发无数多网友热议，千篇一律都是抵制，还感慨李宁打着国风旗号宣传，简直不要太讽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该品牌代言人的肖战也被施压赶快与之解约，避免引火烧身。据悉，李宁时装秀的新品一时间引发热议，登上热搜榜，网友们都看到了带有非常明显日元素倾向的新品，搭配上绿色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很难不让人联想翩翩。不仅如此，连李宁的代言人肖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牵连，不少网友建议肖战和李宁解约，目前李宁和各方面代言人都没有回应。
很客观来说，李宁此举实为不妥，可能初心并不是网友们所说的那样，但是这种错觉感太强的作品，怎么可能不让人联想到日元素？明知道有这种效果，还要铤而走险，做法很不理智。还有一批理性的网友纷纷表示，此前打着国风旗号宣传的李宁，如今看起来太讽刺。总之，可以预料到的是，不管如何回应，受到影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个人也曾是该品牌的支持者，质量很好，也是肖战的代言品牌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只想强调一点，这次事件和肖战没有关系，抵制该品牌也好，抵制 CEO 也罢，不要伤害代言人肖战，毕竟谁也没有预料到这种结果。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？尊重网友情绪。2022年黄金档电视剧收视排名前10的剧，其中有你喜欢的吗？现在电视剧有越来越多剧集都是在网上播出，只有少数能够在电视上播出。而这之中，能登上电视黄金档时段的更是难上加难。最近有人整理出2022年黄金档电视剧收视排名前10的剧，杨洋特战荣耀第10名，肖战和杨紫余生请多指教第9，赵丽颖幸福到万家第3名，冠军是这部 Top 10特战荣耀。杨洋主演的军旅剧《特战荣耀》豆瓣评分以及收视都很亮眼呢。这部不像之前的《爱上特种兵》或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，而是纯正的军旅剧，基本上杨洋和李一桐没什么感情线，不过杨洋的角色很有魅力，故事也不沉闷。特战荣耀整体热血感满满，枪战打戏都拍得很到位，节奏也很紧凑，还有点喜剧成分。一般军旅剧的受众群小，所以收视表现不会太好，但特战荣耀热度却蛮高的，收视也挤进前10名，真的很厉害。Top 9余生请多指教。杨紫和肖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在播出前命运多舛，被积压了2年多，终于上档，而一开播马上缔造了亮眼的收视成绩。余生在中国腾讯站内的播放量累计超过42亿，这数字十分惊人，而电视收视也挤进第9名，收视与网播成绩都很亮眼呢。余生请多指教海外版权也卖得很好，日本、韩国、泰国都因着杨紫和肖战的高人气而买进，它更登入了 Netflix 串流平台，连续霸榜好几周。Top 8完美伴侣。高圆圆复出的首作《完美伴侣》接档周迅、小敏家，在中国湖南卫视播出，首播收视率就创造破1.2%佳绩。不过后续不少强档剧陆续上线，《完美伴侣》热度就越来越低，但收视成绩还是挤进了第8名。《完美伴侣》讲述著名律所证券部的女律师陈珊，仅40岁的她遭遇上升瓶颈，因此她全身心投入工作而忽略家庭。丈夫孙磊在一家国企工作，为了支持老婆的事业，承担了照顾家庭的重任，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追求。这女强男弱的婚姻模式渐渐失去平衡。孙磊和陈珊经历了重重考验，彼此都遇到了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完美伴侣，但最终他们发现，磕磕绊绊走了那么久，他们对彼此的初心还在。Top 7三生有幸遇上你。三生有幸遇上你当初也是被积压很久，最后终于播了。故事讲述跆拳道运动员出身的女保镖51和浪荡不羁的高富帅贵公子侯爵，两人不打不相识。侯爵厌恶父亲帮他安排的一切，跟父亲决裂，净身出户，成了穷小子。51坚定地陪在侯爵身边，激励他走出阴霾，最终三生有幸遇上彼此。三生有幸遇上你剧情走轻松幽默路线，黄景瑜饰演一名高富帅，人设和幸福、触手可及青春创世纪等剧很相似，反而是王丽坤演的打女让人惊艳，网友称赞打戏很帅。虽然故事不算有新意，但追起来蛮轻松下饭的，收视成绩也很不错呢。Top 6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根据鲍晶晶的小说《我的盖世英雄》改编，由正午阳光的团队打造。故事讲述酒店门童张光正是个随波逐流、得过且过的宅滩男，对空姐郑有安一见钟情。为了接近心目中的女神，他重拾对事业与生活的追求。张光正的执着与勇气，也改变了独来独往的郑有安，不敢面对真心的王牛郎，因害怕失败而放弃考研的陈经典等人。众人在偌大的城市中以心待人，成就了更好的自己。正午阳光特别会拍群像剧，而且欢迎光临剧情并不悬浮，
欢脱搞笑却又笑中带泪，真实反映当代打工人的生活现状，让很多观众都非常有共鸣。而且主演演技通通在线，黄轩演出了许多年轻人那种想往上爬，却不断被往下拽的现实人生，是部值得一追的剧集。Top 5相逢时节，这部同样是正午阳光出品，正午阳光几乎很少会有烂剧，不过这部评价比较两极。故事改编自阿奈的同名小说，是全员恶人的设定，有世仇报复、出轨、三角恋、家族内斗等众多狗血元素。讲述男主角简宏成在大学里对文静漂亮的宁佑一见倾心，却被宁佑拒绝，多年后重逢才终于知道被拒绝的原因，原来两人有着家族仇恨。之后他们携手阻止双方不理智的至亲，共面生活的琐碎与残酷，并走到一起。相逢时节上档后评价两极，可能是因为大家对正午阳光的期待值过高了。其实戏剧张力的冲突点是有的，商战情节也很到位，只是故事铺陈比较难让观众带入。而且相逢时节虽然有一众老戏骨，为整部戏加分不少，但主角之一的张艺兴被批演技不到位，也因此网友评价十分两极。不过光看收视，相逢时节还是蛮亮眼的，挤进了前5名呢。Top 4请叫我总监。谭松韵这几年的作品几乎都没有失败的耶。不仅和男主角百搭，而且作品成绩都很不错。从《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锦心似玉，到这部《请叫我总监》，成绩都很好呢。请叫我总监讲述不甘心做小秘书的柠檬，通过努力奋斗，最后成为金牌投资总监的故事。过程中，他在与业务能力超强的投资总裁陆继明交手过程中，陆继明从最初的看不起，到后来变成默默守护，两人互相成就并认定彼此。其实请叫我总监剧情不算新颖，不过这部胜在职场剧情不悬浮。心酸的打工人被老板各种 PUA， 这些细节都让观众很有共鸣，而且谭松韵演技自然又可爱，和林更新 CP 感也蛮强的，因此这部评价、收视成绩都很不错呢。Top 3幸福到万家，收视女王赵丽颖的剧会进榜真的不意外啊。赵丽颖这几年也是几乎都没有失败作，从《楚乔传之否》到《有匪》，播放成绩都非常亮眼。幸福到万家一播出，就分走了《梦华录》的热度，在中国优酷站内的热度值更是火速冲破1万。幸福到万家讲述乡村女孩和幸福一步步自学法律，最终被尊崇为赤脚律师的逆袭故事。这部剧每个角色都塑造得很丰富饱满，写实的剧情让观众很容易产生共鸣。主演们也都演技在线，而且这部并没有想象中严肃写实，剧情有趣味，同时也夹杂住现实生活的辛酸无奈，是值得一追的剧集。Top 2小敏家。小敏家也是今年上半年热度很高的好评剧之一，周迅几乎很少有失败的作品。这是黄磊和周迅阔别20年再次携手合作，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疗愈家庭剧，讲述有过一段婚姻的刘晓敏遇到同样离异的陈卓，二人相遇相知并重组婚姻，却面临世俗眼光的挑战和儿女们的不理解，从而展开家无宁日的生活。小敏家评价还不错，网友称赞周迅和黄磊的中年爱情意外好磕，情节也贴近现实。剧中讲述的都是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琐事，却让人特别有共鸣。故事也不拖沓，主演更都演技在线，难怪收视这么高。Top 1新居，获得第1名的就是新居啦。这部由海清和童瑶2位视后主演，演技让人放心，故事也很不错。剧情讲述远嫁到上海顾家的冯小琴，一直被大姑姐顾青瑜提防着，顾青瑜看不惯冯小琴的野心。而冯小琴的老公顾磊意外去世，两个女人从激烈对立到相互理解，一起扛起了这个家。新居剧情节奏快，故事刻画写实，呈现出外地媳妇心酸的心境，对现代都会女性的窘境也刻画得很好，更展现了深刻的人性，是一部现实题材好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